Hello， 大家好，今天教大家来做这款毛毛兔子包。我们这款包包的话有2个颜色，一个是粉耳朵，一个是白耳朵，然后其他的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兔子耳朵不一样。就是这个皮料颜色不一样，然后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材料，我们这个肩带，不管是粉色还是白色，都是一样1根。然后这个带有贴条的这个2个，这上面会有孔位，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后续需要用到这里。然后这2个都有孔位。我们的带有孔的一个椭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底，这个的话后面有背胶，但是它没有孔。这个的话后面也是有背胶，但是它有孔，一个薄一个厚一点。然后这个厚一点的颜色可能有点区别，因为它是放到夹层里面，它不会露出来，所以这个您收到的颜色有一点区别，但是它不影响使用。您收到什么颜色，我们就用什么颜色就可以了，因为它要放到这个里面做夹层使用。然后主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会有3个样板，耳朵的样板，然后上口的样板，配合我们这个也有我们的孔位。然后我们这个大一点的是我们这个长方形，然后大一点，它是我们的主体的样板，会有3个样板。然后一个内衬，内衬的话是我们机缝组给大家做好的，如果有线头的话，我们就自行给它剪一下就可以了。像这种线头，我们就给它留半厘米左右，给它剪掉。不要从根部剪掉，根部剪掉的话容易脱线，所以我们给它留一点距离给它剪掉。还有这个，收到以后它会有一个口，然后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特意给大家留的。这个口的话，我们需要给它后续给它这样翻过来，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不是瑕疵，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做好的内衬。再有我们这个小的工具袋里面，我们的线，粉色的线，然后用来缝我们这里。还有我们粉色款的耳朵，白色款的话是我们这个白耳朵，我这个拿的是白色的，然后我们这个皮料它就是白色的耳朵。如果您拍的是粉色，这个耳朵会是粉色，所以我们需要用粉线来缝制。然后白色款的粉线只缝这2个就可以。然后这2对儿和我们这个是有区别的，可以看一下，仔细看一下自己手上的，它会有区别。这个是有孔位的，然后这个是没有的，这2边一样2个。然后我们的线板，还有我们的针，我们的1对磁扣，它是1对。现在不太好给它掰开，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是1对，这样给它掰开使用。然后我们一会儿做的时候再给它掰开就可以了。配合我们那个磁扣的2个垫片，螺丝和螺扣也是一样2个，2个这个圆环，挂我们肩带用的这个，然后一个螺丝刀，这是一个我们小的5金配件。一会儿我们把多余的给它装起来，然后以防我们在做的时候给它丢失。用不到的先给它装起来。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有1包我们这个要用到的主体材料，椭圆形的，是我们的底，配合它们2个使用。刚才说过，这个的话我们颜色有区别，是因为我们要给它放到这个中间，这样来使用。
它是不会露出来的。然后2个长方形宽一点的我们的主体，耳朵有4块一样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上口，也是有2个，也是长方形，只不过会窄一点。因为我们这个毛毛的话，它是整张皮料这样给它毛料给它切割的，然后我们的切割面儿这样断口，它会有一些个浮毛，它会掉浮毛，然后我们需要给它用手这样给它去掉。这个的话，您需要找一个不沾毛的地方，然后以便好清理。然后我们给它这样给它每一个边角都给它用手给它清理掉，或者是用吹风机给它吹一下都可以，但是需要您找一个不沾毛的地方，以便好清理。然后清理完以后，它就几乎不会掉毛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材料整个切割就会有一点点浮毛。然后我们材料介绍完以后，现在教大家开始制作。然后我们视频如果没有自动播放的话，就是会有分级，然后需要播放完这一集，自己给它找到下一集来自动播放，然后给它点一下就可以了。下面教大家来正式缝制。现在来教大家开始缝制这个包包。这个线板上会有粉色和白色的线，粉色的线就这样给它先拿下来，因为粉色的线在白色的线上边，这样给它找到我们这个线头。同样的方法给它把粉色的线先给它拿下来，这个线头能拽动哪个我们就用哪个就可以了，然后拽不动那个是另一个头，这样给它从线板上这样绕下来。我这个已经先拿下来了。如果您拍的粉色的话，粉色的线用来缝制粉色的耳朵和这个我们是需要用到粉色线的，其他部位我们都用到的是白色线。如果您拍的是白色，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缝好的耳朵，我们就耳朵是有区别的，其他的颜色是没有区别的，然后制作方法也都是一样的。如果您拍的粉耳朵的这款，就是耳朵部位的线要用到我们的粉色，剩余的粉色线来缝制我们这个。然后现在教大家来把这个肩带给它缝一下，找出我们这2个。刚才介绍过，我们这个有每一个颜色一样一根，然后找出这个皮子，然后加这个小五金。这个已经给大家缝制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大概的样子。然后2个方法是一样的，这边给大家示范一下就可以了。先教大家，我这个因为已经固定好一头了，现在给大家示范的是给它缝制好，因为2边是一样的。然后这边教大家先看一下，把这2个缝好以后，这样给它对进去，缝好一边，这样给它拧成，这样给它拧好就行，左右交替，这样给它拧好。然后这一端也是给它对好就可以了。拿出这个皮料，找出这个五金，先给它穿进去。拿出白色的线，取线，取我们这个大一点的这个，宽一点的这个样板，给它取2倍。针的话，我们拿出来，从尾部这样给它穿过去，留大概5厘米左右，这样给它捏住，在我们线的中间这样给它穿过来，给它这样穿过来。不要特意给它拧开，因为我们这个是丝线，拧开的话
做的这一步就是无效操作，所以我们不用给它拧开，是直接这样给它从中间穿过去就行。因为我们这个丝线是脊骨拧成的，从中间穿过去它不会散骨，这样给它拉动长的这一面，这样给它拉过来。如果您不会这样操作的话，教大家正常给它夹到手上就可以，也是同样穿过来。如果试了我这样穿不过去，我们就可以给它稍微再留长一点，夹到2个手的中间，这样给它来缝制就可以了。或者是您自己按照自己的操作方式来用我们这个针就行。新手朋友的话，我们就建议这样给它穿过来，多试几次，我们就可以给它穿过去，然后拉紧这个长的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上边给它开始下针，这样给它对折过来，从上边这个孔位开始给它下针，穿过来，留一段距离，大概在8厘米左右，这样给它捏到手里，然后下一个针孔穿下去，底下的这个针孔就是每一个针孔再给它穿上来，一定要穿的时候这样给它收紧，再下一个孔位，每穿一个针孔一定要把这个线给它摁住，然后这边收紧，这样给它缝合，然后每一个都是上下来给它穿。穿到还有2个孔位的时候，把我们这个给它加进来。因为这头我已经缝好了，所以这个是给它拧成麻花状，再给它穿进来。但是如果您是第一个，像我这头一样是第一个操作的话，就正常的给它2个交叉。2个交叉，这样给它放到里边就可以了，放到这个中间。两端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先缝固定好一端以后，中间的这个位置给它拧一个麻花状，然后再给它固定另一边。这个不用说是你这边已经缝好了，然后你给我示范这边，这个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中间只不过是多一个这个操作一下这个的步骤，然后也是同样把线收紧。因为中间加了这2个东西，所以我们要给它摁住。从中间穿过去的话会有一点硬，如果穿不过去就借助桌子的力量，这样给它把针顶一下。一定要给它把它全部收紧。可以这样接住桌子的力量。
我们要缝到开始起针的位置了，这样给它收紧以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因为是白色的，曝光比较高，这一针是有线的，这一针是没有线的，然后需要把这个没有线的部位给它补齐，所以我们这个从反方向这样给它再回穿过来，因为这个已经跟它重合了，两个在一个针孔里面，我们需要给它反方向的给它穿回来，就是把所有现在看一下自己手上的材料没有孔位的地方给它重新穿一下线，还是这样上下给它穿插。同样一边做着一边给它把它收紧。然后所有的针孔都给它穿完以后，这两个线在相邻的部位可以再给它回穿一下，让它在一个孔位里边，然后再给它往前回穿一下，让它再下一个，就是给它往前多穿一针，做一下固定，然后剪断两个线，这样给它交叉，给它打结就行了，或者是以您自己的方式给它打个结，然后留半厘米左右，这样给它剪断。准备一个打火机，把这个线给它稍微的烤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皮料比较近，一定要注意把打火机调小一点，这样给它烤一下。就可以了。两边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是相同的，只要学会了一边，我们这边就可以给它操作，只不过在我们中间这个给它拧一下就行，这个我们就给它做好了，先放到一旁。我们肩带缝制好以后，我们拿出这个有4片这个耳朵的这个毛料，我这个已经缝制好了，给大家看一下，2个这样给它重合到一起来缝制，因为有4个，然后我们就两一组，4个是一样的，用哪个都可以，这样给它缝制好。首先拿出我们这个皮料，皮料的话也是有2个，皮料的话可以摸一下，光滑的一面和一面有纹路，可以手摸出来，然后光滑的一面朝向外边。我们这个上面都会有纹路，这样我们的中位
定位的这个中间这个豁口的话就是，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豁口，可以给它这样放到中间的位置，取线，取我们这个样板的3倍。前面教过大家穿针，然后这边就不给大家仔细再演示了。然后同样的穿针方法，摆放好以后，因为它这个是活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摆放好，给它摁住。然后从我们下面这个孔位开始下针。我们可以一边做一边给它调整，但是两边的位置一定要给它相同，这样给它压住。从底部往上穿，这样给它从底部穿上来。同样，留8厘米左右的线头，摁到我们的手的下边，这样给它摁住。也是按照我们的孔位来给它缝制就行。一边缝一定要把我们前面的线给它收紧，然后下边也是同样。如果我们不方便的话，先这样给它拿起来，然后找到孔位，这样给它来对准就行了。然后我们这里需要有耐心，因为这个对我们新手朋友来说的话会比较难一点。然后我们需要给它这样给它固定住，然后再给它来，因为我们这个需要没有孔位，需要自己给它从下面扎过来，一定要给它耐心一点。我们就差不多在半厘米的位置给它扎过来，就差不多是孔位是对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给它找准两边的位置，给它捏住。只要固定几针，我们这个就比较好缝了。差不多半厘米的位置，这样给它扎过来就可以了。
同样，我们最后一针已经缝好了，和第一针已经重合在一个孔位，然后也是可以细给大家看一下，每一个孔位中间有线的、没线的，中间同样给它穿回去，反方向。把没有线的孔位给它补齐。这个需要大家细心一点，因为刚才我们在缝第一圈的时候可以看到后面，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后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给它耐心一点。主要注意在做的时候不要扎到手，因为这个不容易看到了。在缝制的过程中，线拖出来的话，就给它穿回去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在刚才已经扎过的它的附近的位置，这样给它试一下。
如果在缝制过程中线不够了的话，我们就重新取线，正常给它缝制就行了。如果出现您缝错了，需要给它拆掉，然后我们就取线方法都是一样的。然后就在每一个没有穿线的位置给它重新来缝就行。这个没有特殊的接线方法，就是您怎样起针怎样操作，然后方法是一样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丝线，没有办法在原有的线上给它接线，所以我们就给它重新取线，重新缝制就行。所有的孔位都已经缝好以后，从我们的背部，同样的方法给它打结就行，或者是以您自己的方式给它打死结，给它固定就可以了。同样打火机给它稍微的烤一下。耳朵缝好以后，拿出我们这个笔，还有耳朵的这个样板。如果笔的话不出，可以像我这样给它在这个样板上给它画一下，让它出就可以了。我们这个都是新的，可能当下如果你画的话，它会不显色，然后就给它多画几下就行了，或者在其他的纸张上面给它先画一下。拿出这个皮料没有缝制的这一边，它们两个对向缝制。然后这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中位，然后这是我们的中位，给它这样给它笔放好，样板上也会有，然后它这上也会有，给它笔放好以后，下边对齐，上边笔放好，按照我们这个样板给它画出我们的这个形状。中线的位置我们可以这样给它画一下，比较好区分。然后同样这个也给它画一下。这个因为我们已经缝制过了，它中间它会小一点，但是我们只要大概给它画一个位置就可以了。可以这样给它用手动给它拽一拽。
这个我们给它大概画一下，因为这个中间已经鼓起来了，所以它不太平。我们主要是以对这个，然后这个只要辅助就可以了。这样背对背，就是有毛的这一方在里边，然后我们取线。我们新手朋友的话，我们可以取短一点，取1米左右就可以。然后如果没有大概尺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比照我们这个，也是先取它3下，然后我们可以后续再给它接线就行了。如果线不够，因为如果取太长的话，一次取太长，新手朋友容易打结，然后我们就会不太好操作。我们可以少次多量来取线。然后我们需要这一端给它打结，在手上这样给它绕几圈，从洞里边这样把尾部拿过来，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线圈给它收紧，摁在手中间，慢慢的这样给它收紧，就可以了。这2个中位给它对齐，这个因为我们已经缝制过我们这个皮料了，所以给大家的感觉是2个不太一样大，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中位对齐就可以了。按照自己的习惯，从哪边方便我们就从哪边开始下针。这样2个给它捏住，中位给它对齐。从这个画了线的位置里端，从里面开始缝。我们一定要小心手，因为在这里面不容易看到。或者是先给它把线拿过来，穿过一片，然后再给它去缝下一片。我们这个话缝到里边一点也可以，因为这个线的话我们画的比较刻外，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缝一点。然后从对面往回穿，这样大概也是在我们这个线的里边，一边穿一边把线收紧。我们每一个针脚的距离就是下一个孔位的距离，差不多半厘米左右，也是在我们的里边这样给它穿过来。只要2片对齐，这边往回扎的时候也是看我们这边的位置，这个只是大概。这样给它来缝制就行了。
对于新手朋友来说的话会比较难，一定要细心耐心。手工类的我们都是会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我们要有耐心，就一定可以给它做好。然后每个都是差不多半厘米左右。然后做到中位，然后看看我们这两个是不是比对好了。
然后我们已经缝到最后，最后的话我们就多给它缝2下，就是来回给它多穿几下，给它做一个固定。然后来给它打结，这样给它把线拽起来，拽住，这样形成一个圈儿，在手和线中间，这样给它穿过去，从这个线里边穿过来，给它把线收紧。再教大家一下，把线用手这样给它收紧，这样线跟线中间就会形成一个圈儿，从线用针从线中间这个穿过来。然后慢慢的摁住它，把它收紧就可以了，或者是以您自己的方式给它打个结。然后我们的线可以剩余的再缝起另一个耳朵。然后教大家给它翻过来，现在是反着的。翻过来的话，就是因为它是2层，所以慢慢的这样给它这样。从中间这样给它拿过来就可以了，2层分开，摁住底部，这样给它翻过来，把底部给它摁进去。给它慢慢的翻过来就行。可以借助这个笔这样给它翻过来，因为我们这个有个皮料，会比较硬一点。然后这样给它拽动2边儿。把这个耳朵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然后2个耳朵，这个耳朵的话，可能做出来的话会有一点点区别，因为这个纯手工制作的东西不能保证2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在制作的时候，给它尽量的给它做成差不多大小。这个不能保证它说是一模一样，因为都是自己缝制的嘛。2个。